他是战国末年最耀眼的将星，一生征战未尝一败，屠戮敌军100万，令六国闻风丧胆。他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奠基者，以铁血手段扫清障碍，为秦始皇的霸业铺平道路。他是白起，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。他的功绩彪炳史册，他的杀戮令人发指。那么这位被后世尊为战神的白起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，又为何最终落得自刎而死的悲惨结局？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还原一个真实的白起。话说战国那会儿，那可真是个乱世，7个大国天天打来打去，谁也不服谁。秦国呢，自从商鞅变法之后，就像开了挂一样，国力蹭蹭往上涨，野心也跟着膨胀，总想着把其他6国都给吞了。可其他国家也不是傻子啊，尤其是魏国和韩国，挨着秦国最近，天天提心吊胆的，生怕哪天就被秦国给灭了。所以他们俩经常抱团取暖，联合起来对抗秦国。就在这风云变幻的局势下，咱们的主人公白起终于要登场了。公元前293年，秦国和魏韩联军在伊阙这个地方杠上了。当时的白起还只是个左庶长，相当于一个中级军官吧，名气不大，也没啥人注意他。但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伙子，竟然能打出这么漂亮的一仗。当时的局势对秦国来说其实挺不利的，魏韩联军人多势众，足足有24万，而秦军人数相对较少，如果硬碰硬，秦国肯定吃亏。但白起可不是那种只会蛮干的人，他脑子灵光得很。他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，发现魏韩联军虽然人多，但内部并不团结，魏国和韩国各有各的打算，配合起来肯定有漏洞。于是白起就制定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，那就是彼时击虚，各个击破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先避开魏军这个硬骨头，集中兵力猛攻韩军。韩军实力相对较弱，只要把韩军打垮了，魏军肯定会慌，到时候再回过头来收拾魏军，那就容易多了。说干就干，白起一声令下，秦军就像猛虎下山一样，直扑韩军。韩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根本抵挡不住秦军的攻势，很快就被打得七零八落。白起趁胜追击，把韩军主力彻底击溃。魏军一看韩军不行了，顿时慌了神，士气大跌。白起抓住机会，率领秦军回师攻打魏军。魏军本来就没啥斗志，再加上韩军被打垮了，他们更是无心恋战，很快就被秦军打得溃不成军。欢迎来到以墨说史，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人物，解锁古人一生的奥秘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，一起踏上这段启发心灵的时光旅行。伊阙之战，白起以少胜多，全歼魏韩联军24万，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。这一仗打完，白起的名字一下子就传遍了天下，成了秦国最耀眼的将星。伊阙之战的影响可大了去了。首先，白起一战成名，奠定了他在秦国的地位。秦昭襄王对他那是刮目相看，以后啥重要的仗都交给他来打。其次，秦国彻底击溃了魏韩联军，解除了东线的威胁，以后可以放开手脚，向其他国家扩张了。最后，伊阙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远的战役之一，它改变了战国格局，让秦国在争霸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伊阙之战后，白起就像开了挂一样，战功不断。公元前290年，他率军攻打魏国，一口气夺取了魏国61座城池，把魏国打得鼻青脸肿。
进一步削弱了魏国的实力，巩固了秦国在东线的优势。过了几年，公元前286年，白起又率军攻打赵国，夺取了光芒城。这次攻打赵国，其实也是白起在试探赵国的实力，为日后爆发的长平之战埋下了伏笔。如果说伊阙之战是白起的成名之战，那么接下来攻打楚国，就是白起奠定战神地位的关键一战。公元前278年，白起率领秦军攻打楚国，目标直指楚国的都城鄢郢，今湖北江陵。楚国当时也算是个大国，实力不容小觑，但白起可不管这些，他认准了目标，就一定要拿下。白起这次采取了一个非常狠毒的战术，那就是水淹战术。他利用汉水决堤放水，淹没了鄢郢城。你想想，洪水滔天，城里的人根本没地方躲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洪水吞噬。楚军死伤惨重，根本无力抵抗秦军的进攻。最终，白起攻陷了鄢郢，还焚烧了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，迫使楚国迁都。这一仗打完，楚国遭受重创，国力衰退，彻底失去了与秦国争霸的资格。而白起呢，也因为功劳太大，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，这可是个非常高的荣誉啊！攻打楚国之后，白起并没有停下脚步。公元前264年，他又率军攻打赵国，夺取了5座城池，进一步削弱了赵国的实力，为即将到来的长平之战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可以说，在长平之战爆发之前，白起已经为秦国统一天下扫清了许多障碍，他的名字也成了6国君臣的噩梦。终于到了公元前260年，秦国和赵国为了争夺上党地区（今山西东南部）的控制权，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。这场战争可以说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、最残酷的战役之一，也彻底改变了战国格局。一开始，赵国派出了名将廉颇来抵挡秦军。廉颇这个人打仗非常稳健，他知道秦军不好对付，所以就采取了坚守不出的策略，任凭秦军怎么叫嚣，他就是不出来。秦军打了好几个月，也没能占到什么便宜，这可把秦昭襄王给急坏了。秦国这边急了，赵国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廉颇虽然守住了阵地，但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。赵国国力有限，时间长了也撑不住啊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秦国使出了一个阴招，那就是反间计。他们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，说廉颇老了，胆子也小了，根本不敢和秦军打仗，还说赵国真正能打仗的人是赵括。赵孝成王本来就对廉颇的坚守策略有些不满，再加上听信了谣言，就决定撤换廉颇，启用赵括。这赵括可不是什么名将，他只会纸上谈兵，根本没有实战经验。秦昭襄王一看赵国换将了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他知道赵括是个草包，根本不是白起的对手，于是他秘密派白起接替王和担任秦军主将，并且下令谁也不准泄露白起的身份，否则格杀勿论。白起到了前线，并没有急着和赵军开战，他仔细观察了地形，分析了敌情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。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、分割包围的战术，先把赵军引诱到预设的战场，然后切断赵军的粮道和退路，将其彻底包围。赵括这个人果然不出白起所料，是个十足的愣头青。他一上任就改变了廉颇的坚守策略，主动向秦军发起进攻。白起一看赵括上钩了，就假装败退，引诱赵括率军追击。赵括一看秦军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心里得意极了，以为秦军不堪一击，就带着大军一路猛追。结果
他一不小心就钻进了白起设下的圈套。白起一声令下，秦军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，把赵军团团包围。赵军被围困在长平，粮草耗尽，士兵饥饿难耐，甚至开始互相残杀。赵括一看情况不妙，知道自己上了当，就想率军突围，但白起早就料到了他的心思，派重兵把守各个要道，赵括根本突不出去。最终赵括在突围的过程中被秦军射杀。赵军一看主将死了，彻底失去了抵抗的意志，纷纷投降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人不寒而栗了。白起看着眼前这40多万赵国降卒，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处理。他知道，如果把这些人放回去，他们肯定还会拿起武器和秦国作战，但如果把他们都杀了，又怕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。经过一番权衡，白起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，那就是坑杀赵国降卒。他下令把这40多万赵国降卒全部活埋，一个不留。长平之战，秦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赵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，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，国力大衰。而白起呢，也因为坑杀降卒而备受争议，被后世称为人屠。长平之战后，秦国准备乘胜追击，一举灭亡赵国。秦昭襄王命令白起率军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，但白起却认为，长平之战后，秦军也损失惨重，需要休养生息，而且赵国虽然战败，但仍然有抵抗能力，强攻邯郸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。于是白起就拒绝了秦昭襄王的命令，说自己病重，不能出征。秦昭襄王一听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就派王陵率军攻打邯郸。结果王陵久攻不下，损失惨重。秦昭襄王再次要求白起出征，白起仍然以病重为由拒绝。秦昭襄王没办法，只好派殷侯范雎去劝说白起。范雎是秦国的宰相，也是白起的老朋友，但他这次来并不是为了帮助白起，而是为了试探白起的心意。范雎对白起说，武安君，现在国家危难，大王希望你能出兵解围。白起冷冷地回答说，我早就说过，现在不是攻打邯郸的时候，大王不听我的劝告，现在吃了亏才想起我来，晚了。范雎一看白起态度坚决，知道劝说无望，就回去向秦昭襄王报告了情况。白起为什么会拒绝出征呢？除了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之外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。或许他对秦昭襄王和范雎不满，认为他们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。或许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，知道自己功高震主，迟早会被君王猜忌。果不其然，白起的拒绝出征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。秦昭襄王见白起多次违抗自己的命令，心里非常恼火，再加上殷侯范雎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说白起居功自傲，目中无人，早晚会威胁到秦国的统治。秦昭襄王越想越觉得范雎说的有道理，就决定除掉白起这个隐患。公元前257年，秦昭襄王强行命令白起出征，白起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好勉强答应。他离开了咸阳，一路向东走去，走到杜游（今陕西咸阳东）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秦昭襄王派来的使者追上了他。使者手里拿着一把剑，对白起说，武安君，大王赐剑，请你自刎。白起听了顿时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自己为秦国征战一生，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他接过剑，仰天长叹，我有什么罪过，竟然要被赐死？使者冷冷地回答说，你多次违抗王命，拒绝出征，这就是你的罪过。白起摇了摇头，说，
我拒绝出征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，不是为了我自己。难道大王连这个都不明白吗？使者没有说话，只是催促白起尽快自刎。白起看着手中的剑，心里充满了悲愤。他想起了自己一生征战，杀人无数，尤其是长平之战坑杀赵国降卒，更是罪孽深重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：我杀了这么多人，罪该万死。好吧，就让我用这条命来赎罪吧。说完，白起举起剑，刺向了自己的脖子。一代战神就这样含冤自刎，结束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。白起的死是秦国的一大损失，延缓了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。他的悲惨结局也给后世将领敲响了警钟，告诫他们要懂得功成身退，避免功高震主。白起死后，秦国人民都非常惋惜，他们为白起修建了祠堂，纪念这位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。然而，白起的一生也充满了争议。他虽然为秦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但他的嗜杀成性、坑杀降卒也受到了后世的谴责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白起呢？他究竟是英雄，还是魔鬼？或许，历史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。白起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的传奇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。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战功和杀戮，更是无尽的思考和反省。白起的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，他是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，善于用兵，战术灵活，屡战屡胜。他为秦国攻城略地，削弱了六国的实力，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。但是，白起的嗜杀成性也是不可否认的。他一生屠戮敌军100万，手段残忍，违背了人道主义。尤其是长平之战坑杀赵国降卒，更是战争史上罕见的暴行，受到了后世的谴责。所以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白起定义为英雄或者魔鬼，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，既有功劳，也有罪过。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他，既要肯定他的军事才能，也要谴责他的残暴行为。白起的故事也告诉我们，战争是残酷的，它会扭曲人性，让人变得冷酷无情。我们应该珍惜和平，反对战争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。白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。然而，他嗜杀成性，坑杀降卒，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他的悲惨结局是天妒英才，还是咎由自取？或许历史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。白起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的传奇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。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战功和杀戮，更是无尽的思考和反省。